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走向新的阶段的重要体现。从历史脉络与发展视角审视，全球治理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而逐步成型。联合国在其中奠定了多边合作的重要基石。当前正值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重塑，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日益凸显，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旧格局已难以为继。因此，完善全球治理、纠正历史遗留的不公问题显得尤为迫切。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角度来看，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间的依存关系日益加深，恐怖主义、难民危机、传染病肆虐、地缘冲突频发、贫困问题严峻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愈发凸显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，唯有加强全球治理，方能实现同舟共济。从公平正义维度看，国际社会存在本国优先、单边霸凌与主权平等、多边主义两种理念的对立，前者冲击格局秩序，后者符合公平正义。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，能从制度机制上为践行多边主义创造条件，需反对霸权，恪守联合国宪章，推进公平有效的治理。从破解赤字维度看，当前和平发展、安全、信任赤字加剧，全球治理体系问题突出，联合国宪章原则未有效履行，个别大国的行为破坏了多边机制，导致国际秩序的瘫痪。多边机制效率低、议而不决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中代表性不足，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是弥补赤字的必由之路。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，在共建、共商、共享提出1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，提出全球治理倡议，意义非同寻常。全球治理倡议的总体目标是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，携手奔向命运共同体。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公平合理。推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基本遵循，就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，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，遵循共建、共商、共享的全球治理观。这里有5点需要强调：主权平等是前提，国际法治是保障，多边主义是路径，以人为本是价值取向，行动导向是方向。主权平等，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。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者是国家，当前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代表权尚显不足，未来体系宜更多体现并反映多数国家的合理诉求，确保主权不容干涉，实现平等参与、平等决策以及平等互利的法治基本保障。联合国宗旨宪章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，但面对新兴领域，我们不仅需要维护传统原则，还需要应对新的制度规则。当前国际法正面临挑战，特别是双重标准和例外论的做法，这些做法强加于人，影响了国际法的公平性和一致性。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，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治理平台的建设。联合国就是这样重要的治理平台。这一平台当前面临挑战，而联合国是不可替代、不应被削弱的。区域治理、小多边治理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，以联合国中心形成建设性的互补，要避免排他性的小圈子。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取向，人民是参与者和受益者体系，要稳定有效，取决于人民信心和预期，为各国带来平等、获得感、幸福感。完善全球治理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，坚持人民为重心的发展思想。中国正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，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、包容、普惠、均衡。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，然而多重危机如气候变化、新冠疫情和冲击等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了严重威胁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，以确保不让一个国家掉队。营造公道正义、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，建设良好的安全环境，
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。行动导向是解决治理有效性的问题，需要世界各国凝聚共识，形成合力，完善全球治理。关键在于各国要迅速行动，成为解决难题和挑战的积极实践者，坚持将本国利益寓于全球利益之中，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。大国尤其要做出表率，承担大国责任，展现大国担当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，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信息力量。发达国家必须正视历史责任，兑现承诺，履行义务，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行动提供资金支持。全球南方要坚持守望相助，联合自强，携手捍卫共同利益。全球治理倡议与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，与三大倡议相辅相成，各有侧重，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支柱。发展倡议聚焦在发展实施，安全倡议要共同应对国际安全，文明倡议是文明互鉴，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体系机制的改革完善，针对性和指向性是非常强的。显然，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，加强全球治理既要巩固和完善现有机制，也需要积极引入新倡议和新机制作为有效补充。全球治理体系与先行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是推倒重来、另起炉灶，而是以现有秩序的重要性、权威性为基础，带头捍卫联合国权威性，针对变化形势应对外部挑战。全球治理倡议突出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，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充分体现，是一种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。全球治理体系从全球公共产品到治理模式的革新，它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全球治理倡议的意义深远，其深远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得以彰显：一、对于全球治理体系从修补完善到体系升级。传统治理体系的改革往往局限于机制微调层面，如增进新兴国家在国际体制中的份额等，而中国提出的方案则直击治理观的核心，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取代霸权主导的旧思维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超越地缘博弈的狭隘视角，为治理体系注入了平等性、包容性、普惠性的新鲜血液，促使其实现从维护少数国家利益的狭隘目标，向服务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崇高使命的伟大转变。二、呼吁发展中国家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赋能。通过3大倡议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平等参与规则制定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。如全球发展倡议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附加条件的发展合作；全球安全倡议支持中小国家以自身方式维护安全，打破了中心外围的依附格局；全球治理倡议针对不合理的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，为全球治理注入了发展中国家的视角。第三，推进世界秩序从动荡变革到稳定锚定。在单边主义、霸权主义冲击国际秩序的背景下，中国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为世界提供了稳定预期。全球治理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，而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之上，与时俱进，确保国际秩序变革的有序性与正义性。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国方案是以公平重塑治理，以合作破解困局。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，本质上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对全球形势的深刻把握，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。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，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，坚持国家不分大小、强弱贫富一律平等，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。它既回应了全球南方对更公平治理的呼声，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摆脱霸权思维、回归多边合作的契机，最终指向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繁荣、开放包容、
清洁美丽的世界。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，也是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。